好学猫。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少女 Zoe， 欢迎您来到这一期的中年菜鸟进化论。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做自己这件事儿，没有人比得过你。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开始，我想要先来分享收到的一位听众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月亮湾，他来自山西。在11月18日凌晨，他在我的第8期节目快速回血低能状态恢复高能的9条干货经验的评论区里，一口气的留了10几条的评论。他告诉我说，他最近都是听着我的声音入睡的，我的声音可以让他平静下来，他觉得好神奇，因为我的内容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且听完之后会有一种被治愈的感受，也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一无是处了。他表达了对我的喜爱，而且祝我越来越好，播客越做越开心。我想说，这位朋友，你的留言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每次看到这样鲜活的留言，我都更加的坚定自己在做对自己和对他人有意义的事情，利他的同时也在利己，在做自己的这条道路上，我也有了更加能够坚持下去的动力。其实实话实说，在收到这些留言的前几天，我还对自己的播客内容有些怀疑。刚刚更新的那期播客，我对它的内容并不是很满意。我原本对它抱有很大的期待。其实在北京的旅程的过程当中，我很多次都想录制它，但是却因为自己的状态不好，一拖再拖，直到停更2周之后才把它录出来。我总觉得那期内容没有表达清楚我全部的所思所想，大概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听了很多其他的播客，或多或少的有受到其他播客形式和内容的影响，会觉得好的播客应该是那样的那样的那样的，但却不是我这样的。不过在短暂的摇摆之后，好在经过了前一段时间的自我成长，我有意识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我知道完成比完美重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所以我还是决定把它发了出去。我也意识到不完美也应当成为我播客内容的一部分，它会让我这个人更加立体。况且我在播客当中也提到了很多次，没有什么是完美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完美主义而阻碍我们的行动力。而且我也突然意识到，我要做的本身就是我想做自己的内容，又为何在不经意间又莫名其妙的卷入到了比较和竞争当中，失去了自己本想要坚持的风格和属性呢？毕竟我做播客的初衷就是不想要在比较和评价当中去迎合别人，迎合流量，让自己产生焦虑，从而迷失自己。那么我又在摇摆什么呢？这便让我想到我去年在思考过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这期播客想要分享的主题，那就是做自己的这件事儿，没有人比得过你。你看，在这一刻，我的行动和之前的认知思考它相遇了，这或许在某种层面也是一种知行合一。对，我就要经常性的好好的正向的鼓励鼓励我自己。最早我是在《纳瓦尔宝典》这本书里了解到这个观点的。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哇，这真的是打开了我的认知。在人生的多少年，我都在与他人的比较和竞争当中，往往忽略了我自己真正的优势是什么。我从未停下来思考我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反而在比较和竞争中把自己的优势给埋没了。我往往陷入到了他人的评价体系，社会的评价体系，让我失掉了自我，让我自己的真正的优势，自己的真正的竞争力给缺失了。所以我们要学会找到自己
做自己，因为你的优点结合起来只属于你自己，用自己的优势来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要知道这个世界很大，人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擅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进入到了一个大的花园，如果花园里的花它们都一样，那该多么的无趣。正是因为每朵花不一样，才会让你觉得争奇斗艳，赏心悦目。那么属于我自身的优势是什么呢？我深知自己的逻辑梳理能力不是很强，但是我却有自我的思考，同时不乏共情的能力，也就是说所谓的同理心。我不会那么的强势，但是另一方面也就决定了我的内容更多的是娓娓道来。或许我的共情能力也让我在输出观点、输出内容、输出思考的时候更加容易被共情到，也更加容易被大家所接受。我不是一个强势的输出者，我也一直在强调没有人所说的话是真理，我也一直觉得我们是在成长的道路上互相给予对方启发。我或许在一些时候只是说出了你的感受，成为了你的嘴替，也或许是在这个阶段我思考比你更靠前一些，所以对于你的思考有了一些灵感的获得和启发，符合那个阶段你的认知的打开的方向。那我就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一部分的优势在我的播客内容里进行完整的体现和输出。那当然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我自己对自己的优势确实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发掘呢？会不会我是一个完全没有优势的人呢？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这个优势也不是在一些已有的认知的体系里，用一些所谓的社会的评价去发现你的优势。不如找一个地方，你仔细去帮自己梳理，可以用笔，也可以纯思考哈。你去想一想，我给大家提供一些基本的方法，你去觉察一下你自己在做什么事情，或者对于哪一方面的内容会比别人更加容易上手，而且更加容易享受其中，更容易拿到结果呢？那些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对于你来讲可能不需要那么努力就能够做出成果了呢？比如说我做播客，很多朋友告诉我说他们也想做播客，但他们会想的很多，比如说这个内容是什么，应该怎么去说，怎么去剪，甚至细化到设备应该用什么他的文字稿应该怎么去梳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好像它是一个非常理所应当的事情。比如说我的第一期播客的内容，我就拿了我的手机，用小宇宙自带的录制软件，我就直接把它录了，我直接就把它发出了。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不需要做太多的心理建设，我可以享受其中的。我是一个非常享受做输出的人，而且我目前的人生的阶段也是非常享受这种自我经验的复盘的。而且我以往的工作的经验，我自己的擅长就是在语言表达上，所以理所应当的，这就是我的一个优势。所以做播客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做自己的一个理所应当的优势的尝试了。那么对于大家来说，你的优势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的审美能力可能非常的强，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不是你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自己非常善于处理一些人际关系？当然还有一些人，你们能够非常敏锐的觉察到他人的情绪，有很强的共情他人的能力。其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专有的能力，也都是你的优势，也都是在今后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不论是自己的事业还是找到自己人生新的方向所要发挥的优势所在，也都是那些你要坚持自己做自己的方向所在。
当然，做自己说着容易，做起来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你会经历很多的怀疑、反复、否定，甚至可能会在某一阶段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状态，被其他的评价所左右。就如我开始播客所分享的那段内容一样。那对于之前的我来说，我也会经常陷入到他人的评价体系，让自我产生了怀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自己对自己不够的自信。但好在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思考，以及在实践的过程当中，让自己越来越发现，做自己它是一条正确的路，也是我们想要实现自我人生一条最简单、最享受、最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正反馈的途径。我在之前的一些人生的经验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我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做自己，我总是怀疑自己。我会询问很多朋友的意见啊，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啊？我要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直到有一次，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想要获得的并不是我的建议，而是在我这里想要对自己的想法获得一个印证而已呢？我那个时候突然会发现是这样的，其实我已经有答案了，但我怎么还这么不自信呢？那么到这个阶段呢，我同样还是需要有一些其他人的建议。比如说我在做播客的时候，我也会询问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包括也会经常问我一些听众对于我播客他们的一些想法、一些思考以及一些建议。但是对于这些客观的评价，我会进行筛选，不会像以前那样因为太多的负面声音让我陷入到了怀疑的状态。我会有能力辨别，知道哪些意见对于我完善自己的内容、做自己想做的内容它是有帮助的，但是哪一些意见可能也是带有那位朋友他自己世界打开方式的一些局限性的。我必须得知道我的受众是谁，我要迎合的是我本身的受众，而不是去讨好那些本不属于我受众的一些思考的方式和认知。其实你会想一想啊，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你，那我做的内容也一定不会讨所有人的欢心。与其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费力的去讨好那些并不属于你的受众，并在这种讨好的过程当中失掉了你自己的本身，失掉了你自己的擅长，而且帮你失掉了自己，倒不如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思考的这些点发挥到极致，让爱你的人更爱你。要知道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所想要的生活，他们所思考的未必是你所需要的。你自己想要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擅长，最了解的都是你自己。千万不要掉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就是我们总想要去讨好那些不肯定我们的人，这或许是某种虚荣心作祟，也或许是某种之前所有的讨好型人格去作祟。有时候我们要善于承认自己的价值，有时候别人不喜欢你，不认可你的内容，不是因为你不好，而只是因为你们的价值不匹配罢了。迎合别人，有一天你会露馅的，自己也会不舒服的，而做自己自然会吸引到那些认可你、共情你、喜欢你的人，不论是做内容还是在友情和爱情当中都是如此。其实最近的一件事儿也印证了我前面这一段的思考，因为我最近听了一期鲁豫和陈果的播客，那期播客我觉得非常的有启发，但是在网上我却惊讶的发现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甚至有人说这期播客要排雷。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说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这一期的播客，但是对我来讲我却听得津津有味。
这很有趣，不是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不同，状态不一样，打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感兴趣的内容也自然不一样啦。比如说，我的那位朋友他最近在搞事业，所以他肯定需要的就是一些有激励的、有一些干货的内容。但是我最近还在慢慢的探索，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但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在找自己，所以我感兴趣的内容可能也是需要在某些程度上对我有所共情的。所以同样的一些内容，有些人觉得它是无病呻吟，但是在我看来却是我的内心被看到，我得到了疗愈。这其实并没有谁对谁错，只不过对应的那个人他的观点，他吸引到的就是在那个阶段有相同认知、有同样想法，能够喜欢他那部分的人的朋友罢了。就像陈果，他就是他，如果不喜欢他的内容，可能就是不喜欢这个人他思考的方式，他打开世界的方式。但如果你要让陈果成为鲁豫，那他就不是他了，不是吗？其实在我做播客的时候，我会发现那个阶段我特别喜欢一些信息密度非常大的内容。比如说我在某一个阶段我特别喜欢 Melody， 她的7期节目我都听，我甚至还会做自我的复盘。我会觉得哇，她帮我打开了认知，她在一期的播客里帮我输入了很多我之前没有考虑过的内容。其实现在想想，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的某些方面的认知还没有打开，我很多的困惑能够在他的节目里得到解答。但是当我的人生成长到这个阶段，我再去听这种信息密度很强的播客，我就会有一种压迫感，我宁愿打开一本书去进行自我的思考，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方式，拥有自己的认知。但是这并不代表 Melody 它的播客内容不好，只不过是不适合当下这个阶段的我而已。我身边还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非常喜欢 Melody 现在的内容，那或许在今后的某个人生阶段，我再去听 Melody 现在更新的一些内容，我又会再次喜欢了，不是吗？我们每一个人也在成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的认知，面对要处理的问题，心态和心境都不一样。这其实也就跟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样，我们在某个阶段是同频的，但或许在某个阶段又不同频了，但丝毫不影响在人生的后来的某个阶段，或许又同频了，又有启发了，不是吗？这个阶段我想要输出的内容一定是我这个阶段的优势所在，而我自己也在成长，我的内容也在迭代，在更新，我的优势也在不断的变化和提升。可能更新之后的我再看我之前的一些内容，也会觉得你知之甚少，你思维尚浅，但是每一个阶段的思考它都是有价值的，对于处于那个阶段的你或者其他的人来说也都是有意义的。当然坚持做自己，找到自己的长板，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一些底层的自信的。最近我觉得我自己的能量特别的足，我一直想要具体的去做事儿。那我在思考，除了我做自己的自媒体之外，我是不是也可以把我这个阶段的长板、自我的优势以及我的精力投入到其他的一些工作当中呢？如果有相关的一些新兴的领域或者一些相关的行业有我感兴趣的工作，如果刚好在这个阶段我遇到的话，我不妨去试一试，因为我的人生要打开，迎接各种的可能性。说到这儿，我就必须要提一句，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世界是打开的，但是我也要给自己建立一些底层的安全感。我非常了解自己，我不是一个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放在一种未知的世界里，我在某些程度上也要客观的去了解自己，评价自己。所以虽然这一年我在 gap， 我也
一直没有停止客观的评价自己，给自己一些底层自信。那我会关注我目前的能力以及我提升之后的能力会在现有的工作市场达到一个怎样的定价，可能会找到哪样的一些工作，并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些评价让我更加心安理得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不至于今后我自己想要做的一些尝试可能失败过后，我会发现我的人生陷入到了一种空虚，或者是对自己特别的不自信。那我自己呢，其实在这一年里，我也会试着把自己的一些简历放到相应的一些找工作的平台去试一试，以我目前的能力，我究竟能拿到怎样的一个薪水呢？我惊讶的发现，在我做自己的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过程当中，我的选择面更广了，而且我可以选择工作的薪水也会越来越高。比如说，我之前一直是在传统媒体工作，我的身份是主持人、记者、是编辑。那么所有的这些传统媒体的工作的身份，他去选工作就会非常的局限了。毕竟整个传统媒体的行业是在一个下行区，所以市场上对于传统媒体工作的一个平均的工资定价可能只有4000到8000，而且可以选择的工作的数量是非常少的。那在几年前，我自己做了一个新媒体的尝试，因为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特别的好奇，我特别愿意去做一些新鲜的尝试。我做了自己的新媒体，我做了自己的自媒体，我有了自己0到1的自媒体的经验我也取得了一定的粉丝量我拿出了一定的成果，同时我也有一些相关的甲方的一些服务的经验。那所有的这些经验成为了我的一些成功的案例，我就会发现把这部分的精力放到工作市场上，不仅仅我可以选择的工作的内容工作的一些机会更多了，而且2个能力叠加，既有传统媒体的经验，又有新媒体的经验，又有相关的营销经验，我的工资的建议直接就从了1万到2万，在这个工资区间的工作我都可以来找了。那这半年呢，我又把自己的英语捡了回来，我非常享受学英语的过程，所以我发现现在好像基本上跟外国人去交流一些日常的交流，甚至在某些领域一些相对比较深入的话题，我也都可以自然而然的跟他们交流。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打开了自己的国际的视野，有了一定的国际的视角。我把自己的这个英语的技能和国际的视野再加进去之后，我就会发现，哇，可以选择的工作就更多了。而且呢，把我的自媒体的经验传统媒体的经验以及英语的经验综合起来之后，就会选择一些更高工资水平的工作，也都是可以考虑到我的。我就会发现这个工资的建议直接从2万5甚至到一些6万的工作都成为了我可以选择工作的一个选项。可能说到这儿，很多朋友会说，这只是一个建议报价，它和你直接来找工作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没错，但起码我可以选择了，不是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给我了一些自信。当你不断成长，按照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方向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范围，不断更新自己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选择的空间更广阔，你的能力在薪资上也能够得到最直接的体现。所以在我们做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梳理一下属于你自己的个人的技能，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以及你自己真正的兴趣和优势在什么地方。当你梳理了清楚之后，不是说我梳理了就完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去真正让自己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让自己的特长变成自己的特长，并潜心提升自己的相应的技能，让它最终真正成为你的优势，成为你的综合实力。你的多重能力叠加就是你最终的优势。
把它发挥出来，不论是找工作还是做事儿，还是找到自己的人生的方向，相信你的世界会更广阔，你会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竞争力。不过前面我也说到了，做自己这件事情是需要有勇气的，因为做自己就意味着你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你也没有一个对应的模板可以去参考，所以这条道路可能在某些程度上是有一些孤独和孤单，但因为你享受其中，在某些时刻这个孤独和孤单可能也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做自己，所以一切都充满了可能性，所以做自己它的衡量标准也不是那么的单一，它绝对不是说我们单一的渴望在事业上获得所谓的成功和成就。做自己可能更多的是帮我们更好的去找到自己，了解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所以做自己也一定是多元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能够在与家人的相处，为家庭的付出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能够把一个家庭经营好，能够营造非常和谐的家庭的关系，这绝对是需要一种巨大的智慧的。那么有一些人他不想卷入我们传统的竞争环境，他们渴望在现有的人生里去发现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好，做自己真正享受的事情，比如说阅读、画画、健身、舞蹈等等等等。在没有相应的生存烦恼，或者说已经把相应的这个生存的课题理清了属于自己的答案的前提之下，我相信这样的时光也是这些朋友他们人生的最优解。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也是在做自己，而且也有资本做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很羡慕他们的。做自己不是只做自己，而是在与他人的链接与事物的深度关系里，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我们能够看见自己，我们能够了解自己。同时我们也要有自我的认知，不那么容易被他人的评价体系所左右，我们能够反思，能够反省，能够复盘，能够最终拥有属于自己的评价体系，不断的与自己对话。我们要有自己的主体思维性，要重视自我的感受。比如说在感情里，我们不要去想对方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而更加的关注在这段关系里你的感受是什么，尊重自己的感受。而对于一些新的职业，我们也不要去人云亦云，觉得这个行业好像有前景就去做，或者说现在很多朋友都想要去找一些所谓的在整个社会看来一些所谓的稳定的工作。我们更加要去问问自己，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稳定是你现阶段想要的吗？要问问自己内心的一个答案。或许你更加想要问的是自己是否真的感兴趣，你自己是否能够投入全部的热情，去把它当做你这个阶段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去做呢？我很同意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小事靠逻辑，大事决断靠感受。这个感受其实往往就是我们要遵循自己的内心，我们能够做自己，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在我看来，这就是真正的爱自己。当然我们在做自己的时候，也要学会发掘自身的潜力。你的自己不一定是现阶段的这个，你不要用现有的框架、现有的自己而框定住了你自己。了解到弗洛伊德的概念，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人类的意识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都是在冰山下面，那是我们的潜意识。其实呢，我们自己的潜力也是一样的，可能你自己有无限的潜力，但是现阶段的你并不了解，这就要让我们自己在不断的思考、认知和实践的过程当中，以及在对这个世界广泛的链接当中，去发现自己新的兴趣点所在，从而让你的潜力成为自己的实力，变成属于你自己真正的能力。那当然，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相信自己，要有自己的信念感，要坚持下去，不要
太多的摇摆犹豫，让你最终放弃。要知道，可能在做自己的道路上，因为你坚持自己，你接近成功已经80%了，但这样的摇摆不定会影响你坚持下去的动力，或许就非常的遗憾，与那个结果失之交臂了。而做自己的一个正反馈，就是我们会把更多的目光集中在自己的优势上，集中在自己的长板上，让长板更长，也会让自己更加自信，而信心也往往是成事儿的重要前提。也就是你会相信你自己，这事儿我一定可以，或许只是时间的问题，或许只是机缘的问题。当我们把目光着眼于自己不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打击到我们自己的自信心。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谁还会相信你呢？事情做不成功，可能往往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了对自己的信念感。当然，要相信自己，做自己的前提，我一再强调，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能力和足够的认知，足够的了解自己，足够的支撑自己，去坚持自己。总之，要记住，做自己这件事，没有人比得过你。我们要在不断的了解自己，发挥优势，不被他人评价左右，发掘潜力，坚持信念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的自己，活出只属于自己想要的人生。哦，对了，我这期播客的文案我也发挥了自我的优势，在某一段程度上也是在做自己。因为我对新鲜的事物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日常也会好奇使用一些 AI 的工具来解决我要面对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一期的播客呢，我也在好奇能不能用 AI 的工具来帮我更加高效的工作。我会发现我自己的逻辑和条理的梳理能力并非优势，但这恰好是 AI 的强项。所以这期播客我就使用了 AI 工具帮我整理了文案和框架。我向它大约输入了5000字的内容，包括我已经形成的文字稿以及一些碎片化的思考，让它帮我理清思路，调整顺序，贯通逻辑，并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文案。当然之后呢，我会进行一些再润色，让它成为我自己真正的内容。目前来看，我觉得效果还不错，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如何呢？我觉得不得不说啊，使用一些新的工具，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大大的提升了工作的效率。我用极低的成本，好像找了一个助手一样，补足了自己的短板。所以我要感谢这个时代有这么多的工具，能够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让自己的长板更长上。在这里我也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你也有同样的启迪。好啦，这期的播客就是这样，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喜欢我的内容，欢迎大家订阅和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评论区里我们留言互动。除了你对这期节目的感受，也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客观的评价和反馈，帮我更好的来完善我的内容。也可以说说你在做自己和寻找自己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自我的经验，或者说现在你也处于一段的迷茫期，希望能够有我的一些经验给到你，让我们在我的播客里一起成长，一起迭代。好的，我是中年少女 Zoe， 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中年菜鸟进化论，下一期播客再会哦。愿做自己的道路上我们不孤单，起码在这里你不孤单，对自己要有信心。拜拜。好学猫